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。今天的直播从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，直播30分钟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，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。如果要提问的话，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。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先简单的快速说一下现在这个指数。标普的话还在高位，还飘在高位。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从这个4835这段还没结束呢。它这里日线上只有一个中枢，后面这些都是小 B 段，然后在小 B 段的内部，我们这两个中枢是2小时的，我们之前画过，对吧？因为用1小时看的话，它的这个中枢出现了扩张，比较复杂。如果说要用2小时看的话，比较简单，就是这么两个中枢。这两个中枢高低点也有接触，其实也是一个更大的扩张的。那么现在主要关注就是围绕最后一个2小时的中枢看一眼，这是这个中枢的区间，对吧？这个最后这一笔还没有说它完成呢，你要么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历史高点延伸一下，或者说跌破这个低点，也就是这笔回落，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。中枢中轨，对吧？它如果说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如果说那可能就要去下轨了，对吧？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价格给它标出来，6429。所以说，还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的中枢震荡。想要脱离它的话，我们的判断标准，你要么是出现一个三买，要么出现一个三卖。在没有出现这两种情况之前，就是围绕一个中枢震荡。那么它在更小周期里面，这里面肯定是简单看一眼。你看它小周期上，5分钟现在看的周期，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个中枢可以结束，现在是可以结束。但是针对第二个5分钟的小中枢还没有出现三买或三卖的呀，对吧？你想要往下走，你必须要砸穿这个中枢，或者说有力度的往上拉，然后一个回落不回来，出现一个小三买，那这样的话，在5分钟上可以结束了。或者说我往下砸，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去，出现一个三卖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什么划分呢？这样的话就是这么一个划分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市场还在等什么呢？就是明天有一个 PPI 数据，然后后天有一个 CPI 数据，这两个数据在下周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之前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现在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等待状态，处于一个等待状态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。秦朋友你好，丽丽朋友你好，我看他先问了2个，说一个是 MU 和这个 CRWV， 然后丽丽朋友问了 MP 调整好长时间是不是可以买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MU， 也是跟那个AI 啊什么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么一个票，月线上这个结构已经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是，月线上的这个，把这个周期的颜色给它调一下，我们就知道是月线上的。那么下面这个大中枢也是月线的中枢。好的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月线的第2个中枢也出来了。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，起涨点这里61.54，对吧？是不是要延续？现在看这个 MACD 起码整体状态还可以，对吧？张口张的还挺大的。那么如果说不能够突破157.54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二卖，小周期上会有一个二卖，可以再回撤一次，出现一个三买再上去，或者说再拉回来，就这么2种情况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在小周期上可能变化比较多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，周线上1、2、3段，很清楚的1、2、3段，哎。这个1、2、3笔，3笔已经出来了，周线上3笔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嵌套的，对吧？大周期是一个想要离开，小周期是一个1、2、3，然后在1、2、3里面它又有一个嵌套。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这个第3段是不是能结束？如果说这个第3段结束，它也可以结束整个这一段，开始走反向。所以说这就是层层嵌套，也就是
缠论里面的区间套，看一下这个的内部，还是3段，这是出现了一个结构的同构了，发现没？或者说，好多人说叫共振，类似一种共振啊、同构啊都可以，就是大周期是1、2、3，然后在这个第3段的内部。还是一个1、2、3，这两个结构，大周期跟小周期结构出现同构，就是强势表达。如果说以这种浪形模式的话，这都是强势表达。所以说你现在关注重点就是这个第3段有没有结束。先看一下这个用黄金分割扩展器或斐波那契扩展器看一下空间，还没到等比例，等比例在138，对吧？到138的话是空间相同。那么前面这个空间到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，那么假设到了这里，可能也会有一次回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工具的原因，就是测它的这个空间是不是有背驰，是不是不背驰。那么这个第3段，就是日线的第3段，这里面又有小中枢，很明显这个离开很强，发现没有？这里有个中枢之后，这个离开是很强，说明在1小时上现在是走1小时的小 B 段，也就是说1小时上什么时候你发现出现了第2个小中枢了，那么这段有可能结束了，这段可能结束了，那可能就是这个。从这个上涨点呢可能结束了，这个上涨点可能结束了，那就是从下面这个大的上涨点有可能结束了，全是层层嵌套。所以说，你如果有的话可以继续拿，毕竟它1小时上还是属于一个强势状态，对吧？没有必要这个着急卖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关注大周期上，就是首先能不能够突破这个157，不能突破的话，它就要回来，回来就关注有没有3买或者说拉回来。所以说你能不能够卖在那个相对拐点那个位置，那么就跟小周期有关系了。毕竟它从那个周线上来看的话，已经是3段了，而且它这个我们看一下周线这3段 ，MACD 后面这个明显偏弱，但是呢没有明显的背驰，就是这个还没有背驰的就是这个 MACD 的快面线，快面线的张口还可以，对吧？这个张口还可以，张的还比较大。但是呢，柱子的那个长度明显伸长的没有前面大，面子也小，所以说这里如果说结束的话，你能不能卖在拐点上的话，就看盯着小周期，就盯着1小时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是这个 MU， 然后他又问了一个 CRWV， 我们先看一下 Lily 朋友问的这个 MP， 也就是跟稀土相关的这个这个企业，那么它之所以起来一波是啥呢？就是那个苹果买了他们家的这个，好像是预定了多少年的。我们看这个大周期上，现在是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呢？现在看的周期是3M， 就是季度图，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，就3段。那么你的关注就是这个第3段它的延伸性。月线上一笔没有结构，周线上把它断开，从这个 10.02。周线上看它的结构，只有一次有效回落，现在这个是还不够，就是再次跌破这个小低点的话，才会出现周线的再一次的有效回落，也就是第4浪或第4笔。再次跌破61.4的话，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当然了，它也可以不选择跌破它，直接再次突破前高，那就是一个3没结束，就是2个方向都要看。2个方向都要看，要么你既要看是这个 18.64 的上涨延续，又要看是不是要回落了，因为缠论里面规定了，只要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之前，你前面这一笔你就不能说它结束，这是缠论里面规定的。那么日线上看一下，日线上结构就简单了，1、2、3，现在是4，对吧？就日线上它只有一个4段，当然，如果说它能够再次跌破这个小低点的话，那就相当于你就可以2种分析方法，一种是同级别分解，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。那么用非同级别分解之所以简单，是因为它要兼顾上一个周期，因为左侧在这个上一个周期已经是周线上一笔了。那么这里我们看是从哪个起涨点啊？对的 ，18.64。就这个位置是 18.64， 也就是这个位置，这里到最高点是周线上一笔，
那么这里要回落一笔也可以，因为它的小周期，你看它的小周期，明显是带结构的，这里是有中枢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把这个小周期看一下1小时，1小时上一次上涨再下来，它的1小时的话是结构扩张了，就是说它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一个5段，5段之后，然后又上去，然后在这里开始做中枢，所以说它这个中枢在这里，在下面这里。这里是它的1小时的中枢，前面这里全是进入段，一个3浪做一个进入段，然后2次回荡，然后再上去一次。虽然说这个上的很猛，但是并没有突破前面的次高点和最高点，然后在这里构成了3段，构成了中枢。你发现它再次回落之后，都是在这个中枢区间内，看到没有？直到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小的3脉，这里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小的3脉。但是这个回落还不够一笔，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要这里有个小中枢。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啊，看它怎么选，是要这里反弹，先反弹出来一笔，那么就前面这个3脉就不算了，因为要取这个最低点嘛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反弹是一个3脉，针对它还是3脉，然后它可以再来一次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。那么这个位置是你可以尝试进的。因为它这个整个结构是可以结束的，也就是说日线上的这第4笔可以结束了，对吧？那么你就可以结合的用一下黄金分割也可以。你看，刚好也是踩到了这个位置，但是呢，不是说踩到了0.382它就要弹起来，因为这个我一直说它只是一个方便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给你想要知道大概的哪个位置可能得到支撑。或者说得到这个压力，用这个方法。但是呢，更精确的是你要跟踪它的内部结构，一定是当下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看路况，而不是只看红绿灯。好了，这是针对这个 MP。你问是不是可以买了？那就等这个1小时这里出现选择之后，对吧？它完全是你买了，这个位置买了，它刚好是一个3脉，然后又打了一个低点。所以说，在小周期上没出现力度的时候，不要动。就这个小周期5分钟上没有力度。今天问的人比较少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再说一下。就5分钟上，我们看一下5分钟，肯定是有中枢，看到没有？5分钟中枢，5分钟上这个中枢没有力度，它每次弹上去被拉回来，弹上去被拉回来。这个要针对它的话，出现一个小3买的话，然后快速拉上去，才有可能这个向上延伸。对吧？这个5分钟现在没有力度，它完全可以再往下走的。所以说，可以盯着5分钟能不能够选方向，然后才能知道1小时让这个3脉能不能够成立。3脉成立之后，看它是不是要再来一个，这样的话就等这个盘整背驰。所以说，你可以盯着5分钟和1小时，等待一个更好一点的买点吧，只能这么说。好的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有一个新朋友问，叫 Bear D， 就问 Coinbase 今天可以加仓吗？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其实并没有完成呢，就是周线上我们一直说是有2个大中枢，这个回落的话，现在这个3买啊，只能是一个潜在的3买，它也可以跌破它，所以说需要看它的小周期。那么小周期的话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它这段太纠结了，走的比较磨叽，没选方向。你要么是再次突破这个322.26，突破它的话，就是反弹够一笔了，相当于2次反弹确认，那么会构成一个反向中枢，这可以再次跌破这个最低点291.46，甚至跌回这个中枢里面来，甚至不背驰跟这个进入段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想操作它的话，就只能用更小周期了。比如说这个周期，你用更小的周期，用5分钟上或者说15分钟的话才能操作。你大周期的话做不了它。我看这个15分钟或者说1小时上，1小时可以比较清楚。现在，这里是上下上，对吧？1小时上中枢在这里，这是它的1小时的中枢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话，只能是围绕1小时的这个中枢震荡做操作。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，
下方或任意位置，因为中枢震荡你只要在这个中枢这个区间之内都是中枢震荡，所以你能做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，或者说哪天你发现了，哎，它上的非常猛，哎，回落不回来，哎，出现3买了，你在3买回来都赶趟，晓得吧？就是在中枢震荡的时候，你就在中枢下沿附近买一买，然后做一个相对偏短的一个操作，这种现在它没有大行情。就是还在选择或者还在等待什么东西。好的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秦朋友问的 CRWV。那么他最近我也是注意到这个新闻了。昨天好像是出了一个什么新闻，就是微软跟这个那个是股票叫什么来着？这个 NBIS 买了他们家的这个服务器，这个租用的他们的数据中心好像是。然后 CRWV 也是跟数据中心相关的嘛，对吧？它也跟着涨。那么我们当时上一次分析它的时候在这儿呢，应该在这个位置。我们上一次分析它的时候是在15分钟上，我们说看一下15分钟。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在哪儿？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在这儿。我说它15分钟上是没有背驰的，这个3没有背驰，这个4的反弹不参与。但是呢，这个4的反弹你要去应对它。你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不应对它的话，你就要去到这个前低去应对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不是跌破了前低？所以说，在15分钟上这个4浪反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应？然后它通过一个15分钟的一个下跌，看一下它的15分钟结构最后怎么完成的，看到没有？走了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走了一个7浪衰竭之后，才结束整个的这段下跌，而且还跌破了前面这个历史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，造成了一个盘整背驰。我们再看回到日线上，怎么出现盘整背驰呢？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出现了背驰。然后你如果说一直盯着这个的话，有没有在这个第7笔的时候尝试进场？因为前面已经跌了7段了。对吧？尤其这个结构已经相对很饱满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出现底分型的时候进，或者说再次小周期有回落的时候，甚至是突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都可以尝试进，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离拐点非常近的位置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又回到中枢里面来了，又回到日线中枢里来了，那就看这段能不能有力度的打上去。如果说只是还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的话，那就还可以再下来，对吧？甚至不背驰，在这里再做第二个。所以你现在能操作的就是这段反弹。现在在中枢的上沿是在这个105.5，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上的最后这一笔，1小时上还是一笔，30分钟上应该是2笔了，也是一笔。15分钟呢？15分钟也是一笔。看5分钟上，就从最底下这个84点，就是这个拐点上来这个位置，在5分钟上这里没有中枢，没有中枢，在这里才出现第一个5分钟中枢。那么现在是有希望再出现第二个5分钟中枢，最好不要回来。回来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大周期上会出现一笔上一笔下，因为这里是一个。我们看一下这个3买好像还不够，这个3买不成立，这个3买不成立，所以说它现在还是这笔的延续，最好不要拉回来，拉回来的话就弱了，对吧？最好是这里能够形成一个3买，在15分钟，在5分钟上形成3买之后，看它是不是在这里做中枢，还是能够再打高点，晓得吧？所以说就看这段什么时候结束。那么这段能结束的话，那就可以继续向上走，甚至到这个日线中枢的这个上沿这个位置，因为毕竟它前面这段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它前面这段走的太强了，就这段走的太强，造成这个相当于一个进入段，大周期上是一个进入段，它太强，后面如果说没有这么强的力度的话，就很容易背驰。所以说它再次突破这个103.67，如果说不带力度，因为这是一个跳空缺口上去的。这个力度非常强，因为缺口是级别最小的，缺口是级别最小的，比1分钟还小。所以说这个力度没有缺口强的话，那这个很容易背驰，
就很容易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。所以现在看还是一个弱势反弹吧。现在这个 MACD 也是没张起来口，这个张口的话，还是平在那里。所以，你能做的，或者说你想进场的话，就只能做一做小周期的，或者盯一下5分钟上它是如何演变的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 CRWV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个被收购这个出现大幅上涨的这个 NBIS， 这个我在做复盘的时候发现，我们在6月3号分析过它。在6月3号直播的时候，有朋友问到过这个票。6月3号在哪儿呢？我们看啊，6月5号啊，在我的这个频道里边，你去搜一下视频。在6月5号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有朋友问过他，分析过他。我们再复习一下它的大周期。它在月线上是有一个结构的，其实月线上可以是这么一个结构。之前有朋友问过他，不知道谁问的。那么月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，就是全在月线中枢震荡，所以它这波起涨点是这个 14.09， 是它的这一波的起涨点，而且还打来了那个高点了。现在就看它，因为这个大的合约、大的合同跟微软这个能不能够走出离开来，这个要走出离开就牛了，对吧？那么可以在上面再做大中枢，这样的话2个中枢，所以现在是有可能走小 B 段。那么周线上3段没被持，周线上3段没被持，第3段没有被持啊。那么还在第3段的延伸中，所以说关注重点就在第3段里面，看一下日线上，日线上2中枢了，但是不是说2中枢就要结束，就它现在的重点就是在这个 18.31 这个起涨点这里。18.31 这个起涨点，现在是日线上第一个中枢上去，哎，这次回落做了第2个中枢，然后出了这个消息，然后开始一个今天是40%以上的一个上涨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但是呢，这2个中枢也是高低点没有接触，一个趋势上，不是说2中枢之后就要结束，只是说是一个大概率，这也是禅师总结的。首先没有的话不要追，首先没有不要追，你现在追进去。你期待的是可能这里走更强，但是已经有过2个中枢，那么在这里完全可以再出第3个，那你还是有机会买回来的，也就是说在它再次回落的时候还是有机会买回来的，对吧？你现在追进去的话就止损不好放，最主要的就是你现在追进去的你止损放哪儿呢？你难道放在这里？那么我们把这个20%到这个中枢上沿，到这个下沿的话是30%。就是说，不好放止损。你如果说唯一能做的，如果有想参与的话，那就是小周期的5分钟。比如说今天这个上涨，从这个起涨点63.26的话，这段看一下它在5分钟上，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加到5分钟上，5分钟上63.21在这儿呢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它的小周那个5分钟上是有一个中枢，这5分钟上有一个中枢啊，然后走了一个离开，就是说现在是5分钟级别的离开段，今天还给了一个5分钟3买，你如果说一直盯着的话，这个5分钟3买肯定是可以操作的呀，对吧？不是说没有机会，就看你能不能够发现它。现在这个针对这个中枢这个回落还是5分钟的一个3买，那么这段你是能吃到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8%左右的一个空间，这个是可以吃到的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是用的类似复盘或者所谓的马后炮来分析，肯定容易了。我肯定知道现在这里该买3买该买，然后到了比如说前高我再卖。但是在这个你需要锻炼的是在当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发现这里回落是3买敢进，这是需要在当下就能判断出来的。那么现在没有太多的人提问，我们可以把这个3买怎么出来的，你就需要去用嵌套看一下1分钟上。那么1分钟上是不是有3段，甚至是一个小5段？那么我们来看那个1分钟，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，1分钟上只有1笔就到这里了，然后一次反弹，然后给了个2买，1分钟上给了一个2买，就这个位置你要用那个
回落的话，你可能不太敢进，因为它毕竟没有结构啊，它是一笔就下来的。它在秒级别是有结构的，但是在1分钟上是没有结构。那么1分钟上给了一个2买之后，然后那你就可以知道用这个嵌套5分钟上，哎，这个回落是够1笔了，然后在1分钟上又给了一个2买，这个位置可以尝试的。你的止损很小，你的止损其实就可以放在它的下面一点。我们再回到1分钟上。如果说你在2买这进了，因为你做日内嘛，对吧？你不可能止损放在这个63这里，那这就太大了。所以说你如果说在做日内的话，你肯定止损就放在86。为什么放在86？因为你防止它是一个你在这里买了，它可能下跌没完事儿，它也可以快速杀下来，所以你必须放在这个前面这个低点的附近。你这样的话，你的盈亏比是好的。对吧？你在这个位置进了，然后这个位置出场，然后你的那个盈利空间是从这个价格到甚至到前面这个高点11%，对吧？你下面可能只亏个1%-2%，但是你的盈利的话是10%，这种盈亏比是好的，是可以操作的。所以说不是说每一笔都要赚，而是说你的亏要能够控制，尤其在做日内的时候，你要能够控制你的亏损。控制止损跟那割肉不一样，你割肉的话，你是被迫的，你是心里承受不了了，无奈的，害怕了，恐惧了，你是割肉了。但是我能控制的止损，这个是我在计划中的。我进场的时候我已经计划好了，它跌破这个86.12，然后下面一点也不能放得太大，对吧？如果它快速杀下来的话，你不放止损的话，你根本出不去。所以说你是有计划的出局。这个是我们值得这个学习的，或者说你要在你的实际交易中，毕竟这个做短线的话是需要做这些止损动作的。你没有止损的话，这个空间太大了，那谁都承受不了。说实话，谁都承受不了。但是说大周期的话就不用了，对吧？我们就不用盯得那么紧了。你如果说从下面一点点跟上来的话，你手里是有底仓的。你今天即使是比如说上去冲高回落的话，我还是赚的，那就不会太着急，它下来的话可以再上去，这样的话你的心态是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，而不是说天天的非常紧张这几个点的一个波动。所以我们一直建议，首先你要能够抓住这个基本面很好的这个票，然后呢跟踪它，而不是说今天从这里跳到那个这个今天涨了我就看它，明天那个涨了我就看另外一个，那你这样的话永远跟不住，你永远吃不到这种大行情。对吧？你做短线、做日内这种40%的跳空，你能吃得到？不可能啊！你最多就吃个5分钟的10%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的心理预期就是这么大，也没有问题。关键是好多人他这个光想吃肉，就是不想挨打，这就完了。那么你在操作起来的话，就非常的被动。他说一定这个在交易的时候，先想你能亏多少，你能够承受亏多少，那么你再开始进场。就是以止损来定量，我这里能够接受亏1-2刀或者2-3刀，这个我是能接受的。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参与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不能太大，相对的这个止盈的这个空间的话，一定是一个成比例的，最少也是等比例啊，就是亏1刀赚1刀也可以，起码是等比例。那么你如果说亏5刀赚1刀，那就不划算呢。其实这跟做生意其实是一样的。好的，还有最后1分钟，我们再看一个这个，我刚才没注意到，有朋友又问了一个 QS， 我们简单说一下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，这个公司 QS， 然后起涨点在这个 3.4， 然后还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周线的2买，这里是一个潜在的周线2买，刚好我踩到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周线底分型也有了，那么就看它这笔回落。然后它在这个2买之前，我们要关注它能不能够结束，对吧？是做了一个，还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枢，这边做了一个中枢下来的，日线上做了一个中枢下来的。这个结构，如果说你一直盯着的话，那么这跟刚才那个 CRWV 这不结构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这个被持了，那么又出现底分型的时候，你不是说现在追在10块钱，而是在这个位置你就要进场了，因为它的结构是饱满的呀，有进入段，有中枢，有离开。那现在又上去了，它完全可以是把这个缺口补了。
把这个缺口补了，然后再往上走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在这个还是那样，你在这个底分型进场的时候，你的止损就在这个下面，因为就防止它快速往下走。那么你没有在这个底分型出现，然后又去观察它的结构很饱满的结构的时候没有进，那就看一下自己问题出在哪里。现在肯定不能进了，它现在今天又是一个11%的，就是补缺口的嘛。但大周期上并没有破坏啊，这个二买并没有破坏周线的这个二买，对吧？回来之后它还可以继续反弹一笔，甚至出现高点。但是你的现在进你就很容易，它可能补了缺口之后，你可能现在进就很容易止损在这里，或者说止损在这里，就是它可能跌一跌，直接就再反转。所以说你要进的话，等补了缺口吧，等补了缺口，或者说这个回落的话，我们看一眼，虽然说时间到了，但是大家如果说因为是有一些有会员，然后还有一些经常来的，你看它已经跌破了0.618了，就是说现在这个跌的太强了。那么小周期上肯定是3段，这3段是没有被持的。看一眼5分钟，5分钟是带了一个中枢。带了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中枢，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没有被持，你再等5分钟，你等5分钟什么时候再出现第2个中枢之后，这段才有可能结束，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些位置进，所以说等5分钟什么时候结束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能直播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